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来自于西班牙的高分烧脑电影，里面除了奇葩又残酷的设定，其隐喻的含义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据说很多人看后都是一头雾水，而我也是在看了 N 遍后才搞懂了怎么回事。例如神秘的监狱坑到底有多少层，而结尾处的小女孩是不是男主的幻觉呢？为了方便大家能够一次性看懂，我会在解说中捋清每一段容易模糊的剧情，然后结合刚刚上映的《饥饿战台2》进行深度解析。故事开始，在一所标注为0的偌大平层内，有几十名厨师正在忙着制作菜肴。这里对外宣传是一家垂直自我管理中心，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名字是叫做监狱坑。厨师们要服务的客人数量庞大，且每天都要做出足量的食物端出去。画面一转，男主格伦猛然间醒了过来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看着眼前刚刚睡醒的男人，老头夸赞他的运气非常好，第一次来这里就被排到了第48层。不明所以的格伦听得一头雾水，随即观察起周身的环境，这里四四方方的没有任何门窗，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大坑，低头看下方一眼望不到头，可抬头看上方也是无穷无尽。格伦询问老头这个地方为何要这样设计，可老头却说是为了方便吃东西。没有人知道这里一共有多少层，但可以确定的是每层只有2名囚犯。说完便拿着一个枕头垫在了脚下，随着一声刺耳的警铃响起，格伦看到有一个平台从头顶缓缓落下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，但看样子全都是别人吃剩下的。这时老人已经狼吞虎咽吃了起来，还不忘抬头让格伦一起食用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用我新换的 iPhone 16看就是高清，那大家换新后旧的一般咋处理呢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手表、相机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的 iPhone 14还卖了28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旧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如此混乱的餐桌让人根本没有食欲，不过也让格伦明白了这里的基本情况。自己来的地方并不是叫什么管理中心，而是统治者用来关押犯人的监狱坑。也就是说格伦是被骗进来的。按照每层只有2名囚犯计算的话，食物抵达这里时已经被96个人吃过。此时老头再次劝说格伦吃一点，因为这里每天只有1顿饭，如果放弃了那就得挨饿1天。初来乍到的格伦虽然肚子很饿，但也只是忍着恶心挑了一个苹果，然后将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很快平台开始朝着下方缓缓降落，可吃饱的老头却又急忙灌了2口，然后将酒瓶丢了下去，最后还朝着下面吐了一口老痰。见此情形的格伦非常不解，但老头却说下面的人不会在乎，而上面的人也肯定这样做过。听完解释的格伦完全懵了，他没想到大家的素质都这么差。然而未等他说出自己的困惑，整个房间的温度竟然开始急速上升，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格伦惊慌失措，而躺在床上的老头却淡定地说道：这里面不允许任何人私藏食物，一旦违反必须接受被烤死或者被冻死的惩罚，因此食物只能在平台停靠的时候吃，不然就得挨饿1整天。此话一出，吓得格伦赶紧扔掉苹果，房间里的温度也慢慢恢复了正常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被吃光的平台眨眼间又回到了上方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格伦坚持不吃别人吃剩下的垃圾，然后靠着不限量的自来水熬了几天。可随着肚子越来越饿，他最终不得不放下矜持和老头吃了起来。在闲聊中，格伦对这个地方有了进一步了解，他们每个人进来的方式不一样，有的人是犯了罪被关了进来，而有的人则是自愿来的这里。格伦属于后者，来的时候还带了一本堂吉诃德，他的本意是想进来接受管理戒掉香烟，可实际上是被他们骗了。格林询问老头这里总共关押了多少人，可对方只知道每层只有2个人。所幸他来这里已经有8个月，因此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规律。监狱坑每过1个月会进行1次洗牌，届时所有人都将被重新分配楼层。老头第一次醒来时在第78层，然后是第43层，紧接着是79层和11层、32层和8层，最后又到了132层和48层。其实只要过了第50层以下的楼层根本吃不到任何食物。听闻此话的格伦不禁心中一惊，没有食物应该怎么活下去呢？难不成要吃掉狱友吗？想到每个人来这里都会携带一件物品，自己带的是一本堂吉诃德，但老头带的却是一把锋利的尖刀。不难想象，如果待在底层没有食物，那么老头也有可能会举起武器杀了狱友。几天后，下来的平台上竟然多了一个疯女人。格伦好奇地询问她怎么回事，可一旁的老头却让格伦不要多管闲事。这个疯女人每个月都会下来1次，说是为了寻找他的儿子。很快载满食物的平台开始向下降落，但下方的2个男人却将疯女人抓走了。目睹一切的格伦心急如焚，他想伸出援手进行施救，怎奈何层与层的距离隔得太远。几分钟后，下方互相拉扯的声音突然消失，紧接着疯女人满身是血的回了平台。很显然，想图谋不轨的2个男人被杀了，而疯女人的勇猛完全超出了想象。虽然格伦并没有帮到对方，但实际上他已经给营救自己埋下了伏笔。时间一晃又过了几天，格伦已经和老头相处得十分融洽，他也渐渐适应了这里奇葩的生活方式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
房间里突然传来了一股瓦斯的味道。这时老头对格伦说：“我挺喜欢你，所以希望我们能被分到好一点的楼层。”这句话让格伦听得稀里糊涂，可来不及多想，便在瓦斯的侵袭下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后的格伦发现自己被人五花大绑，而此刻的老头就蹲在他的身边。原来昨晚是监狱坑重新洗牌的时间，可他们却被分配到了171层。老头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楼层，接下来的1个月内不会有食物抵达，因此他只能将格伦捆起来当作食物。听到这里的格伦吓得连忙挣扎，可任凭他怎么反抗都是徒劳。显然经验丰富的老头早就预料了一切，事实也证明他的做法是对的。之后每次下来的食物全都剩下了盘子，而与日俱增的饥饿也终于让人发狂。直到第8天，早已饥肠辘辘的老头拿着刀走了过来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刺向了格伦的大腿。为了保证肉质的新鲜，他不会让狱友现在死掉，所以吃哪一块肉也很讲究。可惜老头还未来得及品尝一下，之前那个找孩子的疯女人又出现了。或许是格伦曾经对他伸出过援手，疯女人当即扑上来夺刀杀死了老头。就这样，在监狱坑混了这么久的老头死了，而格伦也侥幸保住了一条小命。次日，疯女人没有停留，她继续坐上平台离开了。独自留下的格伦为了生存，也只好靠着老头的尸体活了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格伦终于等来了重新分配的日子。当他再次从昏迷中醒来时，眼前的数字变成了33层，这下让格伦松了一口气，他再也不用吃那老头的尸体了。待到重新打量整个房间，格伦注意到新来的狱友是一个女的，而她随身携带的东西却是一个狗狗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这个狱友竟然是当初进来时的面试官。格伦疑惑地问她怎么会出现这里，女人则回答说自己也是自愿的。原来她在这里工作了25年，可直到最近才知道了监狱坑的真实情况。凑巧的是，她刚被查出已经到了癌症晚期，于是自告奋勇想进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女人继续说道，虽然这里一共有200层，但每个人进来时都点过1道食物，如果每个人都吃自己的一份，那么食物就不可能出现短缺的情况。只可惜配送的方式是自上而下，所以才致使了整个制度的不公平。他想让所有人都遵循食物均分的规则，这样就能慢慢改变监狱坑的现状。第二天，狱友开始为下面的人定量分发食物，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自己的理念。格伦看到后不以为然，在经历过生死的他已经看透了人性。果不其然，下方的人根本不听狱友的建议，还表示也不会为下层的人分发食物。狱友听后并不着急，他认为刚开始总会有困难，可只要坚持一定会迎来希望。1周后，之前那个找孩子的疯女人又下来了。看到这里不禁有个疑问，既然监狱坑每个月都会进行洗牌，可这个疯女人为何总能从上面下来呢？见到疯女人好像受伤，格伦赶紧喊狱友把她抬了下来。经过一番悉心照顾，疯女人很快恢复了精神，然后又坐着平台下去了。望着刚刚离开的背影，格伦向狱友讲述了疯女人的情况。这时狱友却说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原来这里有规定不允许老人和孩子进来，因此疯女人必然是撒了弥天大谎。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，狱友想改变现状的计划没有得到进展，而他的精神也好像颓废了许多。转眼30天过去了，监狱坑又迎来了重新洗牌的时间。可等到格伦从昏迷中醒来，却发现这次竟然是第202层。很显然狱友的信息是错误的，监狱坑的层数可能远远大于200。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曾经立志要改变的女人竟然上吊了。这下让格伦再次感到了绝望，因为他知道想要在这里继续活下去，唯一的方法是吃掉狱友的尸体。1个月后，格伦再次醒来时看到了一个新狱友老黑，而这次他们竟然排到了第6层。看到这里不难发现一个规律，在格伦来的这4个月内，他的楼层号依次是48和171、33和202。结合之前老头的楼层数据，很显然分配的规律是一高一低，且每次都伴随着一个狱友死去。这时的老黑看起来非常兴奋，因为他早就计划着要逃离出去。说完便朝着上方寻求帮助，并希望对方能够拉自己到第5层，以此类推就能去到监狱坑的最顶层。然而上方的人虽然爽快地答应了，可就在老黑借着绳子向上爬时，上面的人却给了他一坨垃圾。突如其来的恶心让老黑瞬间坠落，所幸格伦及时出手救下了他。计划失败的老黑非常沮丧，这恐怕是他距离顶层最近的一次，或许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。几天后，望着眼前黑不溜秋的狱友，格伦突然想通了监狱坑的真实目的，管理层一定是在考验人性，所以想要救赎自己的话，只能团结大家。一念及此的格伦想让老黑跟着他下去，然后强制大家只吃自己的一份，之后再重复一段时间，如此一来就能让所有人逐渐遵守规则。老黑说，你知道有多少层吗？可就算能够抵达最底层，那么他们又该怎么上来呢？格伦说他上个月在202层算过，依据平台从上到下的停留时间，以及从下到上的返回时间，这里大概有250层，他们可以一路向下分发食物，最后再坐着平台到达最顶层。
老黑听完觉得很有道理，这样既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，又完成了自己能到达顶层的愿望。随后两人把床铺大卸8块，并拆了几根钢管用来防身，之后便踏上了改变历史的革命之旅。为了保证所有人都能吃到东西，他们打算从第51层开始分发，因为前50层的人每天都能吃到食物，所以饿他们1-2天也没有关系。一路上两人挥舞着钢管逼退了抢食者，看来唯有武力才能强制改变现状。很快他们到达了第32层，老黑在这里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师傅，他看起来像一个睿智老人。当听完格伦的计划后，老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，他认为就算改变大家的思想也不会长久，因为人性的黑暗面始终都会爆发，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管理层从根源上改变。不过依据大家的身份都是囚犯，所以他们根本没资格也没机会接触管理层。所以如果能保存一道完好无缺的菜品上去，说不定就能触动上面的人有所启发。这代表了一个信息，就如同自古以来用绝食的方式来表达抗议。此话一出，让格伦醍醐灌顶，他觉得老人的建议才是正确的，当即和老黑挑了一盘布丁蛋糕，然后再次朝着下方开始进发。他们想向所有人传递自己的思想，最后再按照老人的方法传递信息。可随着下去的楼层越来越深，抢食物的人也越来越野蛮，两人见状只好浴血奋战，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脚下的食物。在混乱的搏斗中，老黑不小心被人刺中身体，但好在格伦扑过来干掉了对方。而随着楼层超过了50层，他们又见识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，下面总能看到被杀的狱友。显然饥饿的恐惧已经吞噬了所有人，直到来到第97层时，平台却一闪而过没有停下，原因是这一层已经没了活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格伦的计算就是错误的，也就是说监狱坑的层数远比想象的还要多。尽管已经没有人过来争抢，但老黑还是死死地抱着蛋糕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仿佛永不停歇的平台终于有所缓和，并最终定格在了第333层。猛然的停滞让两人有些费解，可下一秒却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小女孩。然而未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平台竟又一次开始下降。这次的情形让人看得十分清楚，下面漆黑一片，已经没了房间。此时的小女孩似乎很饿，她直勾勾地盯着老黑手里的食物，看着可怜巴巴的小女孩，善良的格伦最终将食物递给了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分明是留下了食物，可周围的温度并没有发生变化。片刻之后，刚才的平台眨眼间开始向上返回，这下格伦和老黑暂时回不去了。次日，格伦发现老黑因为伤势太重已经死了。为了完成两人之前的约定，当平台再次降下来时，他带上小女孩重新坐了上去。两人一路向下，但下面却空荡荡的没了楼层。格伦抬头看了看头顶的那团光亮，仿佛一切的希望都凝结于此。直到平台来到最下面，他却在这里见到了早已死去的老头。走过来的老头说旅途该结束了，然后格伦如同被蛊惑一般走下了站台，随即又跟随老头一同走进了黑暗。伴随着平台重新启动，已经熟睡的小女孩开始一路向上。或许能帮大家传递信息的东西不是布丁蛋糕，而是这个如同奇迹般存在的小女孩。至此本片结束，以下是对剧情的部分问题答疑解惑，只要你看完基本上就能通透全片。第一个问题，寻找孩子的疯女人为何总能从上面下来？有人说依据楼层分配的规律，只要每次杀掉狱友就可以被分到上层空间，因此疯女人每次醒来后总会先杀狱友，之后她便拥有了优先选择权。仔细想想，显然这种解释比剧情本身还要荒诞。个人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的，不管疯女人最终被分到哪个楼层，她总会坐着平台回到最上面，然后再从最上面跑下来寻找孩子。或许你会说为何其他人不这样做呢？其实单看平台的上升速度，它的惯性可能吓退了 99% 的人，况且没有人会优先想着下去，因为越是下去越不可能有食物，甚至还会遇到如同野兽一样的饥饿者。所以说疯女人可能是万里挑一的勇者，她在第49层分分钟杀人的表现也可见一斑。问题二，小女孩是真实存在的吗？理论上来说她不可能存在，但有人说疯女人和小女孩是母女关系，她们两个一直被分配在同一楼层，只不过每次疯女人都会坐着平台去寻找食物，然后再找到小女孩进行汇合，因此小女孩是真实存在的。可实际上，疯女人对大家说的不是寻找女儿，而是寻找儿子。结合面试官对格伦讲述的事实，也就是说疯女人和小女孩没有关系，那么小女孩可能是不存在的。问题三，在第333层发生的一切都是男主的幻觉吗？经过查阅，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幻觉。首先是因为小女孩存在的概率太小，其次是小女孩在吃东西时平台已经下去，但周围的温度并没有发生变化。况且电影中也交代过一个画面，就是厨师长收到了被退回的蛋糕，当时的他好像只在乎是后台没有做好，自然也不可能去考虑是不是大家传递的信息。或许格伦和老黑早在某一层就死了，临死时格伦幻想出到达了底层，也将代表信息的蛋糕传了上去。讲到这里也有一个反驳观点，有人认为男主并没有产生幻觉，小女孩吃东西之所以没有引起温度变化，那是因为蛋糕本身就是小女孩的预定食物，也就是说
监狱坑的真正规则是这样的，每个人不仅都能吃到食物，且只能吃自己来之前预定的东西，包括私藏属于自己的那一份，反之都将受到惩罚，要么当场被烧成渣渣，要么被分配到最底层挨饿。问题4，第333层下面的一层是干什么的？这个问题要结合刚刚上映的饥饿战台2来分析，这一层所出现的人全都死了，所以说最后一层可能是一个分界线。333层以上代表了生的希望，那么它的以下则代表了死的灰烬。在续集的结尾处有几个镜头，一个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降落在这一层，很显然电影似乎是在暗喻出生和死亡。当每个人都踏入死亡的行列时，他们内心的童真又被抽离出来复活了，并随着平台奔向了生的希望。问题5，这部电影到底在表达什么？首先，你不能按照正常的思维和逻辑去理解，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太多的不可能。例如333层的建筑至少需要2000米，平台返程的速度不具备携带任何东西，找孩子的疯女人不可能每次都在最上层，而最底层的小女孩也大概率不可能存在。所以说这是一部带点魔幻性质的文艺片，它的很多剧情是一种臆想，也是一种暗喻。简单来说，它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嘴脸，比如将堂吉诃德式的格伦骗进监狱坑，以此来摧毁他坚定不移的信念。再比如想投机倒把的老头，想均分食物的面试官，以及想越狱的老黑，他们无一例外全是资本家的玩物。0层以下的任何人只能在框框内画饼充饥，他们永远不可能跨越阶级，也不可能创造出影响规则的条件。另外，监狱坑何尝不是现代社会的缩影？当你认为自己已经吃饱饭时，殊不知周围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，而在你不知道的某些地方，却仍有一些人在大肆浪费着资源。